朋友們，日本隊4-0大勝。在老 K 過去的節目中，對日本足球吹了好多次。他們很多年前日本的传控真的讓人看着很舒服，各種短傳配合。這個民族將奪得世界杯的這麼偉大的願景，燙上了理想，燙上了不滅的希望，確實深深地烙印在他們每一個球員的心中。不僅是足球，包括日本的棒球、籃球、高爾夫球、網球，日本球員在球场上奔跑拼搏，永不言棄那種動力。真的，老 K 是热血漫畫重度愛好者，所以我確實深信流過的每一滴汗水，最後都能澆灌出每個普通人不凡的夢想。無論到底要花多少年才能換回那個冠軍，但人們總會一代代將這樣的精神傳承下去，生生不息。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咱們這個頻道值得您訂閱。好，繼續。日本隊創造了歷史，他們成為首支在世界杯決賽圈單場進了4個球的亞洲球隊。4-0的比分也是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大分差勝利。從80年代的足球小将大空翼開始，日本足球就真的像動漫的很多主人公那樣，出身不高貴，也沒有頂級的天賦，就是努力，一步一個腳印慢慢變強，成為高手，面對強敌，依靠精密的戰術計算和設計，在最大的舞台和最強的對手打得有來有回，確實令人動容。也許昨天90年代老 K 剛剛看球的時候，還和國足在一個起跑線上，但早就已經是天翻地覆了。目前看，唯一擔心的就是佐野海舟，賽前吹得很神，什麼德甲第一後腰，但是他這一塊如果不能解決好，進入淘汰赛面對強敌，佐野海舟可能讓日本队吃大虧。另外，来自荷蘭甲级聯賽的最佳射手上田騎士也成為了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在世界杯雙響的球員。今天這2個進球完全是他個人能力的體現。第一個球在那個位置，後衛就那麼盯着你，敢直接射門的沒幾個，而他打得那麼自信，就有點像當年小羅納爾多在歐冠面對切爾西的神來一筆。而第2個頭球更是體現出上田騎士極強的腰腹力量，頂得從容自信。在歐洲，在荷蘭，他早就已經證明自己，世界杯只是發揮出正常的水平而已。推薦大家可以看看上田骑士的进球集锦，他的射術跑位意識真的很強，头球和撿漏是絕活。贏球之後，他美麗的妻子也在社交媒體曬了照，第一個父親節，謝謝你，恭喜。那一年日本被特邀參加美洲杯，上田騎士以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大名單。當年在美洲杯上他被罵成狗一樣。當年在美洲杯，日本被打得很慘，第1場輸了，後面2場平局。但現在世界杯，即使面對巴西，即使面對阿根廷，日本隊可能也不會落下風。好，回到比赛，日本隊現在打出來的戰術非常奇特，特別有意思，特別有嚼頭。當他們處於無球防守的時候，經常是上田騎士和連田大地站在第一線，佐野海舟、田中碧和伊東純也在第2線，但明顯更傾向於右半區，所以整體上的站位完全不對稱。特別是在連田大地和宗春近斗之間，竟然存在明顯的空當，所以防守的時候，连田大地總是傾向於先卡住中路，然後再通過向外側的跑動覆蓋邊路，這樣他就多少會暴露一些空間和線路，使得突尼斯隊總能從右側完成更深入的推進。那麼您要是突尼斯隊，看到有空間有機會可以推進，對吧？心態上難免會衝動，前面有空間，誰能忍住不向前進攻呢？但是向前之後會立刻陷入日本隊的多人包夾，很快会丟失球权。這時候身後又會出現空間，日本隊就可以利用上。一旦自己的後防線沒法跟上中前場，那麼這時候日本隊的上田騎士接球的機會就会非常輕鬆。所以日本队這種很特殊的人員選擇和站位思路，一定是經過了嚴密的設計。就像36計先示弱，給對方一個破绽，又使對方向前推進，然後再奪回球權，馬上打反擊打快攻。前狼假寐蓋以誘敵，森保一看起來好像是在打3-4-3，但在球員的角色職責方面，更像是3-5-2，甚至是3-3-4。而且真正有意思的是，日本队在比賽當中總是能夠從自己後場開始進攻，但在途中又突然提速，這樣打出的快攻，在之前他們对德國、对西班牙、对巴西、对英格蘭、对荷蘭的時候都有類似的情況。當然，傳統強隊普遍會輕視日本，哪怕主教練不輕敵，但那些歐美的白人黑人球員們總會客觀上有些輕視。可本場比賽突尼斯是完全不輕敵啊，還擺出了5-4-1。
但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被日本隊給引誘出來了。哈哈，還有聰明的上田騎士，他第一個射門壓根兒就沒想傳，旁邊插上的伊東純也，他純粹是拿來做了誘餌，讓他幫自己拉開了空間，自己好射門。所以到現在2場比賽，日本隊是0張黃牌0張紅牌，他們的技術能力極為出色，他們的戰術素養極高，而且光是觀察替補席能看到，所有的球員都保持了极度的專注。日本队的整個攻防體系就像個10人輪轉的大戰陣一樣，最大限度強化自身的優點，限制對手的優點，讓突尼斯有速度提不上來，有配合打不出來，有力量使不上來，有技術施展不開。所以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门道。日本的立體攻擊群，老 K 可不是第一天吹了。现在他們連續4場世界杯不敗，創了隊史紀錄，連續4場進球，追平了隊史紀錄。什麼是亞洲之光？這才是亞洲之光。他們的整體性是第一檔的強隊，就差在爆發力，就差在場上前面10個沒有黑人球員，所以僅僅是缺乏純粹的身體爆發力和力量。但反過來一想，在這樣的劣勢下，仍然可以成功成為世界一流強隊，那真靠的不是抽彩票，是整個底層架構、整個生態環境，包括日本整個政治體制、人文環境、教育所有方面的成功。這叫什麼？這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而日本足球的模式恰恰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什麼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球我們要踢，不僅要贏，還要踢得對手心服口服。2場球甚至沒有拿1張牌。我們可以看到，輸了個慘敗的突尼斯將帥對日本球員和教練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和佩服。那麼未來有沒有可能日本真的奪一次世界杯冠軍呢？或者說有沒有可能就在今年呢？我覺得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人生在世40多載，老 K 已經悟了，所有的事情不是看最後的結果，也從來不是靠運氣，不需要昙花一現的驚喜，只有循序漸進的變得強大，強大更強大。青訓也好，留洋也好，戰術體系也好，一步都不能落。真正可怕的不是日本足球在變強，也不是一場大勝，是他們永遠在穩步地走在變強的道路上，從來不停歇。這樣的紀律、頑強、韌勁、技術、團隊、勤勉、配合、細節，他們就活生生地展現給你看，過去30年是怎麼做的。如果您像老 K 一樣有興趣，或者僅僅當老 K 一個聽眾，我們所需要做的就很簡單，只需要拿一個放大鏡，從宏觀再到微觀看一遍。我相信無論是對踢球還是其他的事業，一定是大有裨益的。許多球迷曾經說過，韓國好像更適合培養超級球星，但老 K 想說，日本最恐怖的就是他們沒有超一流的球員，卻不影響成為超一流的團隊。因為足球是1+1大於2的故事，足球就像老 K 最喜歡玩的鋼鐵雄心3，強不強踢的是一個組織度。所以說到這裡，老 K 自己都嗨了。咱們這個節目真的值得您訂閱或者點個讚。那麼日本能夠大勝突尼斯，場外的因素也是因為突尼斯首輪1-5慘敗瑞典，然後又臨陣換帥，新的主教練勒納爾沒有任何時間重建體系。而今天正好是國際足聯第1000場世界杯的比賽，非法安排了各種紀念元素，主裁判和裁判組都穿戴了 March 1000的相關紀念的標誌。不僅國際足聯的主席因凡蒂諾到了，日本的高原宫妃也到了。這位高原宫妃九子是高原宮现任親王妃九子，她不僅出身名门，早年在英國的劍橋大學攻讀人類學，攻讀考古學，精通英語、法語，口才極佳，甚至還擔任過專業的翻譯。東京申奧的時候，她就是大功臣。2013年代表日本皇室前往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表了演說。他在歐洲王室這塊有着非常深厚的人脈。還有個冷知識，在國際奧委會的晚宴上，他主動將原本只要求講3分鐘的致辭延長到了將近6分鐘，全程都是大氣的幽默感和親和力，直接給各國委員留下很深刻印象。所以他是日本皇室中最有個人魅力、語言能力極好、國際社交手腕極佳的一位。而且就跟許多香港電影一樣，他是一個高端的狂熱的觀鳥愛好者，他是日本野鳥會等等組織的名譽總裁，對於野鳥攝影非常着迷。九子妃和已故的高原宮現任親王是皇室裡面出了名的神仙眷侶，現任親王本人也厲害，英語極為流利，2個人當初就是用英語進行了交流，然後又相戀又求婚。如此現代化的浪漫在當時的皇室當中非常罕見。
而且現在的天皇，當時的德仁皇太子，之所以能和雅子妃認識互動，也是在高原的宮邸舉辦的茶會上。所以九子妃夫婦被大家認為是天皇和雅子皇后成婚的頭號大媒人。特別讓老 K 感動的是他的女兒承子女王。由於高原公家只有母女相依，所以承子為了陪伴還有支持母親，至今沒有出嫁，保留着皇族身份。但她有個交往了多年的圈外男友，據說是大型銀行的智庫人員，不過兩人非常低調。好，不扯遠了，今天森保一關鍵的調整就是久保建英缺陣的情況下，他把連田大地放到了更接近影峰的位置，而不是讓他單純的承擔後腰的任務。森保一希望连田大地能夠進入前場3區，成為推動進攻的核心點之一，而這個安排直接帶來了開場的進球，也讓日本隊今天在中路和內部區域的推進的時候多了一個接应點。日本队整體思路非常清楚，3中衛雙後腰保持出球的穩定，2個邊翼位拉開寬度，前場3人組不斷的衝擊突尼斯中后衛和邊翼位之間的內部區域。上半場他們控球 66%， 傳球295次，對方只有156次，2:1的比例，而準確傳球266對上118，這個比例上的壓制更大了，一共完成了44次在進攻3區的進入。所以日本隊在控球、在推進、在區域的壓制上完全佔據了優勢。他們有球的時候不慌，無球的時候卻非常兇猛。由於日本隊在前場搶回球權的方式非常的侵略性，所以突尼斯每次控球都處在危險的邊緣。只有漢尼拔還稍微好一點，是少數能夠帶球的球員，但總體來說他一個人的創造力根本無法改變整體的局勢。這樣一支日本隊沒有三山薰，沒有遠藤航，沒有守田英正，也沒有久保建英，他們再次證明足球是團隊運动。而許多其他的隊伍每每都是說自己擁有好幾個在5大聯賽的頂級球員，結果踢出來的東西呢，卻讓所有人都大失所望。土耳其沒錯，說的就是你。以老 K 老婆的審美觀，他覺得日本球員長得都不怎麼樣，但在老 K 這種動漫迷眼裡，從一拳超人到孫悟空，長得全是明星臉。最恐怖的是伊東純也，這個家伙已經33歲了，不僅速度快，而且身體還是那麼的耐操，不容易受傷。跑到最後的最後，體能條也壓根不掉，甚至賽後感覺他臉色都沒有變，氣都不帶喘的。看上田骑士、连田大地都已經累壞了。不知道的還以為伊東純也只踢了30分鐘呢，所以不愧是路易斯·恩里克都羡慕的球員。冷知識，在22年卡塔爾世界杯關鍵的戰役上，小組賽最後一輪，正是伊東純也帶着日本國家隊2:1爆冷擊敗了西班牙，導致恩里克的西班牙隊屈居小組第2。而那場比賽，作為日本隊攻擊線主力之一的伊東純也，他是利用速度和邊路突破能力，不斷給西班牙制造了相當大的威脅。而伊東純也過去也效力過法甲的球隊朗斯，所以兩人的職業生涯在法甲也有過重疊。這個球員有點可惜，若不是因為東亞人的身份，這要換張黑人球員的臉，搞不好就是馬內級別的。好，荷蘭對瑞典5:1，沒想到吧？今天在比賽現場休斯頓，荷蘭球迷舉辦了賽前大遊行，大量的標誌性的橙色，還有瑞典的球迷，他們也有幾千人參加了游行。荷蘭王室成員包括國王威廉亞歷山大、王后馬克西瑪和公主阿里亞娜都到了休斯頓給荷蘭隊助陣。由於這是一場强对話，荷蘭和瑞典隊在足球的恩怨糾葛橫跨了上百年，他們在各種重大賽事中多次相遇。雖然荷蘭隊是12勝5平8負稍佔上風，但總進球數上反而是瑞典隊48-47領先荷蘭隊1球。特別是1974年西德世界杯小組賽那一場，雖然踢成0:0悶平，但卻因為約翰克魯伊夫首次施展了震驚世界的克魯伊夫轉身再入史冊。賽前，荷蘭隊主教練羅納德·科曼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老 K 還專門給他做了個紀錄片，非常歡迎您去看一看，這紀錄片非常好看。那麼首輪2度領先，2度被日本扳平，這一次科曼果斷變陣，排出了經典的4-3-3陣型，而且非常意外地將首輪取得進球的薩莫維爾降為替補，轉而啟用了身體對抗能力更強的桑德蘭中鋒布羅貝首發出任9號位，將馬倫移到了邊路，以便在瑞典笨重的防線中路制造爆破點。而瑞典隊剛剛在首輪5:1的絕對優勢擊潰了突尼斯，所以選擇按兵不動，排出了完全相同的3-5-2首發陣容，想依賴2名在英超極為搶眼的頂級神鋒，
澤凱賴什和伊薩克打出高效反擊。但沒想到今天由於左側的邊衛古德門德松，他在面對荷蘭的鄧弗里斯和馬倫的橫向拉扯的時候頻繁失位，這導致瑞典防線的側翼空間變得極大，暴露無遺。鄧弗里斯泥頭車太強了，這樣的一流球員，國際米蘭2000萬就放了。那是因為解約金的存在，鄧弗里斯年紀大了，想趁着最後去更大的舞台試試，也為了不白走人，所以續約的時候商議了這個解約金。這恰恰體現了現在的國際米蘭管理層極為的專業，國米和球員之間有一種互相成就。當初鄧弗里斯本來有機會直接免費走人的，而今天在5-1大勝以後，鄧弗里斯滿懷深情地說，現在還不是告別國際米蘭的時候，而且一說就說了好幾次，說自己在世界杯結束以前仍然是國際米蘭藍黑軍團的一員。這人不僅球踢得好，人品也相當不錯。但另外一方面，弗朗基·德容作為中場核心，身體一直不舒服，賽前是通過了醫學評估才能夠順利的先發，但他就一直這樣帶着不舒服堅持比賽的話，未來也很難呀。至於另一位荷蘭隊的前鋒馬倫，近2場比賽都被提前換下。他踢得好的時候，荷蘭以左側為強側，加克波拿到球權，德佩跑位，馬倫是無球衝擊的踢法。但現在加克波踢不了強側，薩莫維爾能夠踢強側，但薩莫維爾又是右路，所以馬倫就沒有機會了。如果是薩莫維爾踢左路，加克波踢中鋒或者先替補，那馬倫會踢得相當舒服。他是需要空間的球員，有空間才能衝起來，發揮自己速度的優勢。但如果打中鋒，他很難做到像波洛比那樣在門前搶點吃餅。後面遇到強隊防守反擊的話，相信馬倫會有機會。他的角色是耗材，這個球員心理素質也許不行，但上半場消耗對手，下半場換上薩莫維爾提速。一個成熟的強隊必須要留後手。本屆世界杯許多關鍵比賽已經看出，陣容深度，下半場往往能夠決定勝負。所以薩莫維爾也許更適合在大賽裡面當後手，前面先上加克波和馬倫作為耗材。當然這麼說加克波可能有些過分，他在大賽進球已經是荷蘭歷史第3名了。在利物浦踢得不怎麼樣，但是在荷蘭隊加克波是真猛啊。老 K 的兒子都發出疑問，這加克波怎麼這麼像巨星啊？我說那只能說明斯洛特的水平有問題呀。至於布罗比，他的身體太强了，充分體現了什麼叫做黑人球員。現在歐洲一支國家队的強弱跟他黑人球员的比例含量有極大的關係。可以說布羅比一次很輕微的身體对抗就足以讓瑞典球員失去平衡。对布羅比，瑞典的快報就感嘆道，這個球員光是脖子上的肌肉恐怕都得有300公斤，我們瑞典對此毫無辦法。老 K 過去還科普過，脖子粗的球員很適合搏擊，所以正是布洛比讓瑞典隊遭遇了一場噩夢般的開局。1-5的輸球是他們自1950年以來在世界杯最大比分的实力。布洛比是完全壓制了瑞典的後衛希恩，他的技術也許不細膩，但在身體對抗方面無人能及，就像一塊會奔跑的混凝土。再加上鄧弗里斯泥頭車，這荷蘭隊的力量啊，瑞典北歐海盜竟然無從招架。而24歲的小将薩莫維爾太強了。老 K 已經說過很多次，作為足球總監的話，老 K 直接1個億、1.2個億甚至1.5個億拍死他。薩莫維爾的前2場世界杯比賽全部進球，成為了荷蘭隊史的第3人。而小組賽之王荷蘭確實厲害，他們的35場世界杯歷史上的小組賽僅有2場失利，而且從未出局。在虐菜这一塊，荷蘭比德國要穩得多，但他們同時也是世界杯決赛發揮最差的球隊。在沒有世界杯冠軍的國家队之中，他是進世界杯決賽次數最多的球隊。无冕之王叫多了之後，完全成了心魔。所以今年德國队打出了7-1，荷蘭隊又打出5-1，不能不让人想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當時德國隊7-1擊敗了巴西隊，荷蘭隊也是5-1，在小組賽首輪就完勝了衛冕冠軍西班牙。所以他們也追平了自己队史世界杯單場的进球記錄，第4次單場攻入了5加以上的进球。荷蘭队上次在世界杯輸球還得追溯到2010年的世界杯決賽，那一次是加時賽0-1輸給了西班牙。而2014年世界杯，荷蘭隊5勝2平獲得季軍，22年3勝2平，2屆大賽都止步在點球決勝負。本屆世界杯荷蘭1勝1平，已經有14場不敗，創造了新的世界杯不敗紀錄。而鄧弗里斯已經2屆世界杯送出了4個助攻，同期和佩里西奇一起最多。最關鍵，過去桃園3結1的加克波，
今天是進球2個，射門5次，射正4次，嘗試過人7次，成功過人2次，爭頂5次，爭頂成功3次，全是全场最高。這就搞得他另外2個兄弟薩內和費蘭托雷斯很難辦呀。強大的加克波幫助荷蘭隊一場就把瑞典的淨勝球都給打沒了。但是德容必須要保持健康。今天德容換下去之後，整個中場的控制力一下就沒了。德容在場上明顯比其他隊友要高一檔次。現在自稱世界第一中場的球員很多，但德容的絲滑那種放鬆感，從他20歲老 K 就愛上了。今年29，沒辦法，老 K 就喜歡看這樣的6號位、8號位踢球。有的人看足球喜歡看进球，但老 K 看足球就盯準了攻防的樞紐，如何轉換，如何控制全場。所以今天雙方控球率雖然接近5-5開，而且瑞典還拿到了13次射門，荷蘭只有9次。但荷蘭的7次射正，而且把3次絕佳機會全部轉化為進球。荷蘭隊的 XG 達到了 2.47， 瑞典只有 0.98。荷蘭隊在前45分鐘進入進攻3區28次，瑞典只有13次。這就能夠解釋從開場荷蘭的高壓、快速轉移和長傳的準確度，讓瑞典的3中衛體系只能不斷的被迫後撤。波洛比對上了瑞典的中後衛，直接將對面打爆。第一個球，他先用身體護住球，再全速衝向門前完成包抄。這次科曼選他在德佩之前首發，他只用了17分鐘，2個進球就回報了信任。所以攻門錘有時候是真管用。而鄧弗里斯對上瑞典左側防線，2次低平傳中直接制造進球，他的貼地橫傳打穿了瑞典中後衛和邊後衛之間的空當。另外還有加克波對上瑞典右側的防線，2射1傳。加克波是官方全場最佳球員，不用多說，他用自己的表現親自反向證明了利物浦確實應該解雇斯洛特。還有就是防線上的費布魯亨對上了瑞典的鋒線，瑞典隊射門不少，射正甚至比荷蘭還要多，但費布魯亨的7次撲救就像請神請到了范德薩，直接牛逼，拒絕所有7000萬身價以上的球員的射門。嗨，這上一場如果有這個狀態，日本队可能也進不了球啊。說實話，荷蘭隊雖然有范戴克，但現在後防確實太爛，只能靠門將了。那麼接下來瑞典就難了，下一輪踢日本。在老 K 心目中，日本已經是像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德國那樣的超級強隊。瑞典這輪輸了個1-5，心態方面直接崩盤，可以說極度的失望，極度的絕望。但留給他們調整的時間和空間極小，稍不注意可能就會小組出局。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當你真正像老 K 這樣關注細節，你的眼前不只是一場一場的戰役，你看到的就像是整個2次世界大戰一樣，整個的格局，春秋五霸再加上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踐。好的，厄瓜多爾0-0戰平庫拉索。冷知識，這場比賽荷蘭的國王威廉亞歷山大還有王后馬克西瑪以及阿里亞娜公主現場觀戰，賽後還進入了庫拉索的更衣室，和球隊一起跳舞慶祝他們得來的1個積分。庫拉索作為世界杯歷史上最小的國家之一，在門將魯姆全場15次神撲的帶領下，逼平了實力強勁的厄瓜多爾。當國王和王后來了之後，表現神勇的魯姆還被王后親吻了臉頰以示嘉獎。所以接受採訪的時候，魯姆開玩笑說王后親了我，而老帥阿德沃卡特則說不是，是你親了他。隨後魯姆大笑着又補充了一句，希望我的妻子不在這裡。所以庫拉索作為加勒比海南部的一個島國，它目前仍然是荷蘭王國下面4個構成國之一。它跟荷蘭之間並非完全的主權獨立國家和外國的關係，而是一個聯邦制的政治實體。簡單講，在政治方面，庫拉索擁有高度的內部自治權，擁有自己的政府、議會、貨幣和法律體系。但是國防、外交以及部分重大的像國際事務等等，都交由了位於歐洲的荷蘭政府統一負責。所以庫拉索島上的居民都是荷蘭公民，只有和荷蘭本土完全相同的荷蘭護照，自動享有歐盟公民的身份和各種權益。而庫拉索曾經是荷屬安德烈斯群島的核心部分，直到2010年10月10日，荷蘭属的安地列斯解體，庫拉索才正式升格為荷蘭王國的自治構成國。而16年前，荷蘭属的安德烈斯正式解體之後，原本包含的5個加勒比海島，根據民意公投，重新劃分為了2個獨立的荷蘭王國的構成國和3個直屬荷蘭本土的特別行政區。
2個荷蘭王國構成國也可以算作是自治國吧，就包括庫拉索和荷属聖馬丁。3個特別行政區呢是伯奈爾、聖尤斯特歇斯還有薩巴。這3個島嶼地位類似於荷蘭本土的特殊的自治市，直接適用荷蘭和歐盟的法律。除此之外，荷蘭王國還包括荷蘭和阿魯巴。阿魯巴是1986年獨立建國。阿魯巴是在加勒比海的南部，在委內瑞拉北部的29公里的地方。它和庫拉索、伯奈爾一起組成了著名的 ABC 群島。A 就是阿魯巴， B 就是伯納爾， C 就是庫拉索。聽說這3個群島的居民普遍都精通4種語言。首先是當地獨有的一種克里奧爾語，叫帕皮阿门托語。這種語言混合了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和非洲的語言，是當地第一語言。然後呢，又都精通荷蘭語，這是官方和行政語言。再然後他们還精通西班牙語，精通英語，這在旅遊業、在商業有廣泛的用途。所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鎖定老 K 足球新聞，點個訂閱，點個讚，完全值得。那麼今天的0-0雖然難看，但從戰術的維度上非常有價值。像主教練埃德沃卡特通過在禁區前沿構築了雙層防線，用極限的低位防守，成功的將厄瓜多爾的衝擊力和速度空間壓縮為0。這是完全放棄中場控制，只做一件事啊，就是專注於禁區，專注於核心的地方的防空，然後再賭一下射門路線。所以雖然看起來被動，但數據證明他們極有效率地限制了對方高質量的射門。另外，這也進一步暴露厄瓜多爾隊他們的體系結構性的鋒無力。中場凱塞多雖然有無與倫比的攔截和2點球回收能力，但是全隊在前場過度的依賴瓦倫西亞的個人的肉搏。而一旦對方擁有在門線上像羅姆這樣處在巔峰狀態的門將，那麼厄瓜多爾他們缺乏在弧頂區域2次組織的能力，也缺乏在禁區內進行小範圍撞牆式配合的能力。簡單說，破大巴是世界級難題，對厄瓜多爾和土耳其來說太難了一點。今天打平之後，在庫拉索群島，球迷們鳴笛揮旗，穿着藍色的球衣上街慶祝狂歡。而門將魯姆的個人社交媒體熱度暴漲，從10萬已經漲到了100萬左右。厄瓜多爾呢，打平了之後失望憤怒，明星球員們的情緒極度低落。另外，庫拉索國家隊過去發生過一件悲劇，7年前的2019年，他們的替補門將彼得在海地的首都參加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國家聯賽的時候，突發心臟驟停，在酒店內猝死，只有31歲。當時彼得的隊友們在極度的悲痛當中選擇繼續出戰，而今天門將魯姆賽後向已故的前隊友彼得進行了致意。而今天場上是中國裁判馬寧，他全場出示了6張黃牌，厄瓜多爾1張，庫拉索5張。他也是華人足球在本屆世界杯唯一的元素。這次世界杯的庫拉索隊、佛得角隊屢屢創造奇蹟，給人很大的驚喜。看他們踢球，總有一種普通人堅持夢想的逆襲的感覺，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好，今天的重磅新聞，在南非隊的比賽中，捷克的勒沃庫森前鋒希克在與南非中場球員莫克納發生糾纏之後，這時候女主裁判托里彭索上前對兩人進行了嚴厲的提醒，可是希克非常的不滿，最後甚至一邊揮手，女裁判說你別說了別說了，一邊自己就離開了。但是南非球員莫克納卻一邊聽一邊露出了微笑。當他看到捷克球員非常不禮貌對待女裁判的時候，自己張着嘴露出了難以置信的表情，而女裁判也沒有慣着他，冷靜地跟上了希克，要求他回來聽完自己的話。希克只能不情願地照做了，然後才離開。還好他對裁判這種態度沒有因此吃到黃牌，所以當希克向女裁判做出不敬的手勢的時候，南非球員莫克納的反應在社交媒體上走紅了。另外，德國队這邊，納格爾斯曼主教練的女友麗娜·烏爾琴貝格已經頻繁地現身訓練營，這引發了隊內外強烈的關注。要知道，每年的世界杯，主教練到底要不要禁止太太團和球星們的相聚，這一直是熱議的話題。而德國隊主教練納格爾斯曼是一點不避嫌啊，他漂亮的前記者女友幾乎就一直出現在球隊的營地周圍，在隊內這引發了不小的轟動，因為女朋友出現的太頻繁了。從來沒有哪一位德國隊第一夫人如此高調。而在德國隊贏球以後，納格爾斯曼常常會爬上看台和烏爾琴貝格親吻，他的女友通常會穿着德國隊的上衣，
臉頰上還畫着德國國旗。怎麼說呢？這個事情主要是怕球員們踢球的時候身體太虛，但主教練其實又不踢球，應該問題不大。另外，在西班牙隊，亞馬爾重返西班牙的首發迎戰沙特，他帶了一條引人注目的大號的吊墜。這一個吊墜是受了亞馬爾的啟發，著名的邮政編碼304，老 K 已經介紹過多次，所以還原了亞馬爾每次進球時候的慶祝動作，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組成了3、0和4。這個動作已經成為亞馬爾個人的標誌，而亞馬爾從18歲就開始佩戴各種醒目的項鏈。但據說亞馬爾這次佩戴的這個吊墜是最貴最大的一個版本，其估價已經達到了40萬歐元。當然，凡事不能以常理論之，因為這是亞馬爾，40萬歐元不過他2周薪水而已，而且這還不算廣告收入。另一方面，著名的前曼城邊後衛凱爾沃克第7次當了父親，他的妻子安妮吉爾納又生下了一名女嬰，這是他跟妻子的第1個女兒，此前已經有4個兒子，再加上情婦勞倫古德曼給他生了1個兒子1個女兒，所以凱爾沃克快了，距離9子奪嫡就只差2個而已。好，輕鬆一下，最近關於總裁 C 羅的各種串子各種黑粉到處跑來跑去亂發評論，攪得整個社交媒體圈民不聊生。這個老 K 一點沒興趣，但是咱們對總裁夫人喬治娜必須要報道。最近西班牙版的時尚芭莎發布了喬治娜最新的寫真照，現在喬治娜仍然留在葡萄牙，但預計後期會飛往美國。在這次採訪中，她被問到是否從自己父母那裡學到了什麼，喬治娜說，我從父母那裡學到了一些至今仍然指引着我的最重要的價值觀：尊重、愛、努力和謙遜。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教會了我一個生活反复驗證的道理：事情並不总是按計劃進行。我從小就看到，當計劃行不通的時候，他們從不放棄，他們會尋找替代方案，做出調整，然後繼續前進。他們教會我，擁有夢想固然重要，但當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擁有重新塑造自我的能力也同樣重要。这一篇文字這麼長，老 K 之所以念完，是為了多發幾張照片給大家看看。所以這個頻道值得您點讚，值得您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